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，今天来介绍一下那些火系神兽吧。注意本期视频的介绍侧重点在游戏方面。好啦，正式开始。一、火焰鸟。比起极冻鸟的飘逸，闪电鸟的霸气，火焰鸟的形象就有些普通了，感觉就是一只冒火的鸟，而且它也是第一世代2级神中最丢人的一个。据说当时在游戏中，因为程序员的失误，51级的时候，极冻鸟和闪电鸟都能学会自己的本系大绝招暴风雪和打雷，而火焰鸟因为打错了数据，学会的不是大字爆，而是一个降低对方防御的瞪眼，于是火焰鸟就被戏称为瞪眼鸟，并且火焰鸟没有自己的栖息地。游戏中闪电鸟在无人发电厂捕获，极冻鸟则坐拥双子岛，而火焰鸟却在冠军之路中简直没有牌面。2、炎帝。熟悉对战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炎帝是被驱逐图鉴的一只宝可梦，因为它实在太弱了，一度被称为唯一神。注意，这可不是一个夸奖啊！唯一龙球雷姆，唯一王火伊布，全是比较垃圾的，动画中的表现也没有一个神兽的样子。在专属剧场版结晶塔的帝王炎帝中，小美向未来图腾许愿之后，出现一只幻影炎帝，虽然可以理解他没有炎帝的实力，可是这也不是和小智老喷打个5-5开的原因啊。3、凤凰。动画中它是小智一见的第一只神兽，而第一世代凤凰还没有登陆图鉴。凤凰在动画中地位非常微妙，它没有独属于自己的剧场版，而且基本上没有出场过，所以网友戏称他是摄影师，拿着摄像机跟着小智旅行，所以自己不出现。就决定是你了，这部剧场版凤凰的羽毛是穿插整部剧场版的线索，但是他自己也就露了个脸。你说主角是他，我还不如说是马夏多呢，人家马夏多戏份比你足，还把小智打死了，妥妥的主角。另外设定上，凤凰也是为数不多非常温和的神兽，他看见被烧死的3只无辜的宝可梦，于是将其复活，成为了水军炎帝和雷公，并收作自己的小弟。此外，据说人们拿到它的羽毛，也有说法是看到它就会获得幸福。比起那些动不动破坏地区的神兽，伊菲尔塔尔、盖欧卡、库拉多之流，凤凰实在是个小天使。4、席多兰恩。席多兰恩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只火系刚系的宝可梦，它原本是被设计成神奥地区的准神，但是因为设计师想不出好的退化型，于是它就变成了神兽，并且它也是唯一既有雄性和又有雌性的传说宝可梦。它实力非常强大，火系刚系的抗性简直完美，让火刚成为了 OU 超级热门的宝可梦之一。但很可惜，它没有嘎勒尔签证。但动画中席多兰恩也没有神兽的面子，在阿尔宙斯超克的时空剧场版中，反派奇西就有一只席多兰恩，但实力非常一般。5、莱西拉姆。莱西拉姆代表真实，与代表理想的杰克罗姆相对应，其实力很尴尬，因为速度仅有90，但是属性火龙在5代是个亮点。不过在现在的环境下，实力早已跟不上了，并且它在剑盾游戏中是有数据的，也就是说未来会开放获得方式，可惜来了也打不过苍翔等本土神兽。动画中它的实力达到了普通1级神的水平，在光环的超魔神胡帕中，他和杰克罗姆、雷吉奇卡斯加攻大胡帕，无效被送回自己的时空。比克提尼白英雄莱西拉姆中，他以过于极端的方式帮助德雷多建设新家园，被杰克罗姆阻止，对应的剧场版则是他来阻止杰克罗姆。值得一提的是 BW 片头曲中有小智喷火龙和莱西拉姆的对战画面，但是仅仅是画面，正剧中两者没有交战，说实话让我白高兴一场。6、比克提尼。传说收服了比克提尼的训练师不会失败，因为他能把自己的能量分给其他宝可梦。在剧场版比克提尼和英雄黑白龙中，
他分能量给小只的滑头小子，这让弱小的滑头小子甚至能够直接秒杀3头龙，因为是幻兽，剧场版卖萌就好啦，别指望他有多少战斗力。7. 波尔凯尼恩。波尔凯尼恩是目前唯一一只水系加火系的宝可梦，但其种族分布极其坑爹，所以强度不高。在剧场版里，他一开始不喜欢人类，并且非常傲娇，但是在与小智等人的相处下，逐渐变得坦诚起来。8. 原始古拉多。在原始回归后，古拉多增加了火属性。古拉多是大地的化身，所以它不会也不可能会飞。在对战中，它是最强的神兽。在第7世代究极规则中，除掉使用率第1的之焰咆哮虎，使用率第2的就是它了。XY 特别篇中，它为了夺取传说巨石而出现，轻松将艾兰的 X 喷秒杀。不过在 Mega 裂空座出现后，和原始盖欧卡一起被裂空座吊打。光环的超魔神胡帕中，他被大胡帕召唤，不过与小智的对战中，他没能造成什么伤害，倒是被友军裘雷姆不慎击中，最后胡帕还不给他送回去，让他要走回风原，真惨。9. 蓬头小丑。异兽分类上属于传说宝可梦，所以这里也将它放进来。蓬头小丑是火系幽灵系，动画中他只在日月78集登场，不过他在阿罗拉也没啥恶意，就拿着自己的头爆炸，让大家看了几场烟花，然后就被送回究极之洞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火系的传说宝可梦啦，总的来看无疑是凤凰最强啦。